谁能想到这竟是一部36年前的恐怖片，怪物、邪灵、穿越都被他玩得明明白白。当年还是高中生的鬼才导演萨姆雷米，仅用3个月时间，花费37万美元，却打造出了一部恐怖片里的惊世之作。大家好，我是电影迷小雅，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电影《鬼玩人》的第2部，也是该系列评分最高的一部。艾希带着女友琳达自驾游，穿过一座略显诡异的木桥后，两人发现一间林中小木屋。天色已晚，就在这里歇脚了。屋子里有架钢琴，艾希弹起琳达最爱的曲子，琳达则在一旁优雅地跳着舞。不久，艾希在桌上发现一台录音机，好奇打开，里面传来教授雷蒙的声音。这里交代了死亡之书的来历，它并不是教授所写。几个月前，雷蒙教授探访康达城堡，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海丽塔、女儿安妮以及同事艾德教授。最后，他们在一间密室中发现了这本死亡之书。雷蒙和妻子把书带回木屋研究，书中提到，在树林里游荡着一种邪灵，只要念出书中的咒语，邪灵就会附身到活人身上。艾希入神地翻阅着死亡之书，殊不知录音机里已经念出咒语。黑夜里，树林里有什么东西正快速朝着木屋移动。他撞破窗户进入琳达房中，艾希听到尖叫声，第一时间赶过来，可琳达已经失踪。找到树林时，琳达突然冒了出来，看样子她已经被恶灵附身，瞳孔变成白色，嘴里还发出诡异的笑容，向着艾希扑了过来。眼看艾希退无可退，他眼一闭心一横，拿起一旁的铁锹就砍了过去，瞬间琳达的脑袋迎风飞了出去。悲伤的艾希埋葬了琳达的无头尸体，还在坟头插上树枝做的十字架，之后带着送给琳达的项链返回了小屋。隔天早上，艾希收拾东西准备离开，不料邪灵还是盯上了他，一招大力出奇迹，直接给艾希撞飞了10几米。艾希惨叫着空中转体360，脑袋猛地插进了一旁的水泥中。等到他抬起头，人已经变成了鬼怪的模样。幸好此时太阳缓缓升起，阳光驱散了树林里的浓雾，艾希也渐渐变得正常。很显然，邪灵这东西畏惧阳光。来到桥边，艾希很绝望，因为桥已经塌了。更糟糕的是，突然间乌云蔽日，树林里再次陷入黑暗，邪灵也再次出动。艾希为了保命，只能逃回木屋，躲在地窖里。见外面没了动静，他才敢打开一条缝隙，探出脑袋查。另一边，艾德在机场接到安妮。不久前，安妮找到了死亡之书的残页，准备和父亲一起研究。然而，艾德却告诉他，雷蒙教授已经失联1周。为此，安妮决定去一趟木屋。不久前，疲惫的艾希从昏迷中醒来，他刚刚尝试离开地窖，屋里的钢琴自动弹起琳达最爱的曲子。就在艾希悲从中来时，用来封死窗户的木板突然掉落，屋外也传来咚沙沙怪声。他下意识望向了琳达的坟墓，结果却见到坟头上的十字架忽然倾倒，紧接着一只血淋淋的手伸出了泥土，形容枯槁的琳达缓缓从坟墓中爬了出来，按上了自己的脑袋。伴随着音乐声，他竟翩翩起舞起来，旋转跳跃不停歇。没等艾希反应过来，琳达闪现到面前，双手死死抓住他，不断撞击着。下一秒，艾希尖叫着从椅子上醒来，原来是个梦。艾希刚松了一口气，琳达的脑袋从天而降，咬住了艾希的手。艾希尝试了各种办法，就是没办法摆脱，只好来到工具间，将琳达的脑袋固定在工具上，这才拔出了自己的手。没想到琳达的身体又提着电锯杀到，艾希下意识拿了根铁棍挡了一下，不料该师琳达力量太小，竟直接把电锯挡了回去，落到了琳达身上，把她自己给嘎了。墨汁一般的血液滋了艾希一脸。或许是放血疗法起了效果，琳达的脑袋竟变回了正常，流着眼泪恳求艾希救救自己。而艾希搭救琳达的方案就是拿起电锯，手起刀落，彻底送走了琳达。完事后，艾希站在镜子前平复心情，不料镜子里他的黑暗面跑了出来，质问艾希的良心难道不会痛吗？刚才杀死的可是你最心爱的女人啊！在黑暗面的影响下，艾希差点掐死自己，最后关头他才终于清醒，意识到这都是幻觉。随后，艾希的右手出现蜘蛛网的形状，紧接着就变成了鬼手。艾希哭喊着让邪灵把他的手还回来，可惜没有任何回应。
由于桥面塌陷，安妮和艾德只能停下。想要过桥的还有一对男女，铁柱和芭比。铁柱说他知道通向木屋的小路，只要给他100块，就给安妮2人带路。尽管对方坐地起价，安妮还是咬牙答应了铁柱的要求。另一边，邪灵控制着鬼手开始揉虐起艾希。只见鬼手抄起碟子，狠狠砸向艾希的脑袋，一连碎了10几个盘子。艾希头破血流，失去了意识。鬼手随即拖着他的身体缓缓爬向菜刀，眼看就要得手，艾希终于醒来，抄起匕首就把鬼手钉在了地上。正所谓男人不狠，地位不稳。关键时刻，艾希干脆拿来电锯，一刀剁了自己的鬼手，之后用垃圾桶将断手盖住。就在艾希包扎伤口时，鬼手居然跑了。艾希开枪没击中，鬼手居然比了一个国际友好手势。艾希一怒之下再次瞄准鬼手，连开数枪，墙洞流出鲜血，难道打中了？突然，红色液体像瀑布一样冲击着艾希的身体。看着他狼狈不堪的样子，木屋里的东西似乎都活了过来。墙上的麋鹿标本、台灯、书本，甚至书架都在无情嘲笑着艾希。艾希实在绷不住了，本着打不过就加入的原则，竟也一起大笑起来。直到门外传来动静，艾希才停止下来，朝着门口就是一枪。等他打开门准备出去查看时，铁柱突然出现，将他扑倒在地。刚才艾希差点杀死了芭比。安妮看到地上带血的电锯，误以为艾希是杀人魔，于是铁柱毫不犹豫将艾希丢进地窖。安妮没有发现父母的身影，打开录音机，这才得知母亲被邪灵附体，父亲舍不得将其肢解，最后把尸体埋葬在了地窖。听到这儿，艾希懵了，地窖里还有鬼！瞬间，海丽塔破土而出，眼前新鲜的灵魂让邪灵兴奋不已。就在他要吞噬艾希的灵魂时，铁柱终于开锁，把艾希拉了出去。可是怪物紧随其后，打晕艾德后，又用鬼手死抠铁柱的脸。见状，艾希连忙关上地窖门，夹住了怪物的脑袋。不料蹦出的一颗眼珠不偏不倚，正好掉进芭比张大的嘴里，真是大补呀！艾希和铁柱合力，终于锁住地窖门，将怪物困在下面。但他们并不知道，树林里的邪灵也已经溜进木屋。艾希告诉众人，树林中有很多邪灵，地窖里的怪物只是其中之一。说着说着，地窖里传来动听的歌谣，怪物再次变回海丽塔的模样，给安妮唱她小时候最爱的歌谣，蛊惑她解开铁链。艾希连忙阻止安妮，让她千万别中计。怪物继续打感情牌，可惜没用。就在这时，艾德突然被邪灵附身，变成了大嘴怪，对着大家放狠话：你们全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说完，从芭比头上咬下一大撮头发。铁柱怒了，上前和大嘴怪对战，结果还没出手就被大嘴怪扔到天花板，狠狠摔下。关键时刻还得是艾希抡起手里的斧子，来了个一招力劈华山，随着绿色爆浆四处飞溅，整个世界安静了下来。铁柱本想带着芭比连夜跑路，可奇怪的是，刚才来的小路已经消失。不仅如此，房间里似乎还有一股力量正在到处乱窜。艾希猜测，很可能是死亡世界里的东西正试图闯入人类世界。几分钟后，一个房间的门突然自己打开，铁柱不敢靠近，艾希只好硬着头皮上。安妮提着灯要和他一起进去，得知房间里什么都没有，铁柱才敢拉着芭比进去。全员刚集合，诡异的一幕上演。安妮一眼认出房间里的神秘力量正是父亲雷蒙。按照他的意思，要想活命，方法只有一个：翻译死亡之书的残页。只要读出上面的咒文，就能驱赶邪灵，拯救他的灵魂以及大家的性命。交代完重要线索，雷蒙随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时，芭比对铁柱说：“拉手就拉手，别这么用力好吗？”铁柱一脸问号：“我啥时候拉你手了？”低头一看，好家伙，是鬼手！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芭比吓得大叫，慌乱中打倒安妮手中的油灯，等再次点燃，芭比已经不见了。她惊慌失措跑进树林里，结果遇到成精的树妖，藤蔓爬上芭比全身之后，拖着她百米冲刺，最后被树妖给吃了。铁柱担心芭比想出去找人，艾希只能提醒他，如果芭比是跑到树林里去了，你最好现在就忘记他。安妮已经开始残页的翻译工作，其中一页画着一个男人，右手举着电锯，左手拿着猎枪。上面说，西元1300年，这个人被称为来自天上的英雄，能够斩妖除魔。
随后，安妮找到2段咒语，朗读第1段能让邪灵显露肉身，朗读第2段可以产生一个时间与空间的缝隙，只要把显露肉身的邪灵逼到这个缝隙里，就能转危为安。正当安妮准备翻译咒语时，铁柱突然发疯，不仅拿枪威胁2人，和他一起到树林里寻找芭比，还从安妮手上拿走残叶，扔进了地窖。没办法，安妮和艾希只好顺从铁柱的意思。树林里，铁柱不顾艾希阻拦，声嘶力竭呼喊着芭比的名字，结果人没找到，反而引来邪灵。附身在艾希身上后，举起铁柱用力甩了出去。危急关头，安妮躲回木屋，拿起骷髅剑护体。看见门锁在晃动，安妮使出浑身力气朝门外刺出一剑，万万没想到是铁柱。窗外，艾希突然现身，安妮想关门，却被铁柱挡住，只能把他拖进来，再用身体抵住大门。没过多久，外面安静下来。安妮拔出插在铁柱身上的骷髅剑，将他拖回客厅，好死不死，刚好在地窖附近。无脑操作，想不引起恶魔的注意都不行。于是恶魔拼命往下拽，安妮使劲往上拉，可惜安妮力气不够，可怜的铁柱最后被恶魔当场榨汁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安妮刚转身就遇见了艾希，结果被他丢在地上晕了过去。发狂的艾希看到送给琳达的项链，渐渐地恢复理智。见安妮举着斧头劈过来，艾希赶紧解释，他现在已经没事了。想要彻底打败邪灵，必须找回死亡之书的残叶。2人决定到地窖一趟，为提升战力，对付地窖下的恶魔。行动之前，他们来到工具房，将电锯装在艾希的右手位置，同时还找来一把猎枪。有一说一，这不就是残叶上画的那个英雄吗？外面树妖也正在朝着木屋不断移动。艾希小心翼翼走进地窖，捡起木梯上遗落的残叶，继续前行。打开地窖里的木门，艾希又在里面捡到一张。听到恶魔传来的低吼声，他警惕地打开电锯，然而拉开帘子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原来刚才是水管的声音。突然一具骷髅靠了过来，艾希顺手将其推倒。从身上的衣服来看，骷髅就是铁柱没错了。在他倒下的地方，艾希又发现几张残叶。眼看找得差不多了，他来到木梯这里，将残叶丢给安妮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安妮随即进行翻译。可艾希能轻而易举地脱身吗？当然不能。怪物毫无预警的出现，把艾希从木梯上抓了下去。安妮念完第1段咒语后，听到动静，于是走到地窖边查看。结果怪物出现，抓住安妮的头发，然后飘在空中转圈圈。艾希爬出来后，向怪物吹了一声口哨，这一举动成功惹怒了怪物，他伸长脖子，不断发动攻击。艾希想用电锯反击，可惜身高不够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安妮唱起歌谣，母亲的自我意识似乎被触动。见她注意力被分散，艾希抓住时机，甩动电锯，砍断了怪物的脖子，再一枪下去，直接脑袋开花。艾希安慰着悲伤的安妮。突然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传来，树妖开始搞事情，不停拍打着木屋，要不了多久，房子就会彻底塌陷。安妮告诉艾希，她刚才念完了第1段咒语，现在邪灵已经显露肉身，由于体积太大，肉身卡在窗户上。安妮抓紧时间念第2段咒语，可刚念到一半，鬼手竟拿着骷髅剑刺中安妮的后背。看着安妮倒下，艾希发出绝望的怒吼，很快她也自身难保。树妖抓住艾希，准备投喂给邪灵。安妮忍着剧痛念出剩下的咒语，终于时空的裂缝成功打开。艾希高举电锯刺进邪灵的眼睛，最后汽车、树妖还有邪灵都被吸进时空裂缝。艾希来到安妮身边，发现她已经停止呼吸。就在艾希以为一切都结束时，木屋的门也被卷走。万万没想到，时空裂缝并没有关闭，艾希无法抵抗，也被吸了进去。一阵天旋地转后，来到一个荒凉的世界。等艾希睁开眼睛，看到身边围着一群士兵，原来这里就是西元1300年。就在首领准备杀死艾希时，空中飞来一只长翅膀的怪物，艾希掏出猎枪，成功送走怪物。这一壮举彻底改变了士兵们的态度，他们认为艾希是从天上来的英雄，以后再也不怕怪物了。说完，首领带着士兵们振臂欢呼，欢迎英雄降临。艾希崩溃不已，留在这里意味着打怪的日子还将继续。至此，影片结束。
鬼玩人系列很有特点，开头都会回顾前情，但故事会被重新结构，只有结局相同。这就解释了一开始同样是艾希和琳达，情节却和第一部不同。和前作相比，续作简直脑洞大开，其中很多恐怖桥段都是经典中的经典。骷髅舞、墙上的鹿头以及断手和身体的对抗，在后来的一些电影中都有对这些桥段进行过模仿。导演的拍摄手法极其高超，把恐怖和搞笑完美的相结合。如果你喜欢喜剧恐怖片，这部经典制作一定能给你双倍快乐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。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